美国攻击伊朗之后，搞得全世界天翻地覆，大家都要问说，川普到底有没有撤退方案？他到底是自己一脚的踩进了伊朗的泥沼里面，会不会被整个的革命卫队拖着动弹不得？大家非常的紧张，国际油价不断的上涨，甚至整个股价不断的下跌。但现在，川普已经慢慢的将他真正的目标，将他的整个策略说得清清楚楚。他在他自己的社区媒体里面讲到说，美国是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我遥遥领先。上涨的时候，我们的确赚很多钱。他承认，竟然在这一次危机里面，美国赚很多钱。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意义是，他要阻止邪恶的伊朗帝国拥有核武器。这就代表他已经把他的底线、把他的牌慢慢掀出来了，就告诉你说，我的退场机制，我要能够下台，关键就是我要把邪恶的伊朗帝国的核设施给炸掉。炸掉有没有动作？有，你现在看到。现在在伊朗中部的现在核储存的基地，现在很多的核设施开始已经爆炸。更可怕的是更可怕的是以色列。以色列说，他们已经开始去猎杀伊朗的核武专家。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没想到已经猎杀了9位伊朗的这个科学家。也就是说，现在有没有可能真的遏制了伊朗的核武力？如果真的在20天里面遏制了伊朗的核武力的话，难道他真的可以撤出吗？难道世界又可以恢复平静吗？好，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请到4位来宾，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世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我们要对这个美国跟整个武器非常熟悉的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胡振东胡教官，你好，主持人好。好，第4位是财经专家冯凯平，大家好。好，所以世松，现在全世界最关心的是这个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荷姆斯海峡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正常的运行？川普他真正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你说？他今天在他的社群网站里面公布的这个讯息极为重要，对，因为他已经清楚的表示说，我不让邪恶的伊朗帝国拥有核武器，是不是说他现在已经在做？我跟他讲，他已经狂轰滥炸了，他现在已经去阻挡他的设施了，他现在已经去开始去杀戮伊朗的核能科学家了。对，这些东西在最近都达成的话。他真的有可能退兵吗？没错，这个美伊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呢？事实上，川普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讲的已经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轮廓。他说什么呢？美国是世界上产油最大的国家，遥遥领先，所以油价上涨，我们会赚很多钱。所以第一个赚很多钱，赚很多钱，但是这个天底下被他搞得天翻地覆，然后川普现在堂而皇之说我们赚很多钱。对，他美国的确是世界上产油最多，所以他赚很多钱是事实，但是这是次要，最主要是说要把伊朗的核武器把它毁灭掉，阻止他拥有。所以看起来的话，他的2个重点，一个是伊朗的核武器要毁灭，第2个重点是什么？我要掌握未来的石油，让石油中轴线重新回到我们美国的身上，这是他的重点。再来就是说，现在呢，伊朗的领导人来说话，目前为止来说，川普也认为说，搞不好伊朗的领导人已经摇摇欲坠了。虽然这几天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穆吉塔巴有发一个声明稿，但是声明稿不是他亲自出来，对，他是用伊朗的主播、国营电视台的主播朗读他的这个声明稿，所以看起来他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知道。那川普就直接说啊，他已经受重伤了，他可能以某种形式活着，以某种形式活着，那搞不好是带着呼吸器或是怎样啊？所以看起来的话，他认为说伊朗的领导人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他继续的碾压。所以川普现在告诉全世界说。现在伊朗根本就脆弱不堪，是你现在的领导人根本就是一个受伤不能逝世的状况，你根本就是一个傀儡。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只是在最后阶段要被吹灭的。对，没错。所以现在为止来说的话，伊朗跟以色列怎么做呢？美国跟以色列怎么做？加紧轰炸它的核设施。你看这是什么？这是这个伊朗的塔莱干2号的核设施。你看这是最新的画面哦。最新画面，宝姐看它的核设施上面有3个洞。3个洞是什么？3个洞就是美国用这个 B2， 疑似是用 B2 轰炸机呢，用 GBU-57的巨型钻地弹把它钻这3个洞。钻给3个洞来说，这个核设施大家已经毁掉了。对，这核设施主要做什么呢？这核设施主要负责伊朗在发展核弹头的时候，它的引爆的这个相关的技术，还有做核设施的测试这样的状况。那你看，现在有3个洞，对不对？我们来给大家看美国到底多厉害。这个伊朗也很怕被炸。你看，这是去年的时候的照片哦。去年美国公布的照片是这样子哦，它是一个核设施上面，你看核设施的这个状况。后来它有这个所谓上面的封顶，对不对？后来他很怕说美国大家会干掉我的这个核设施，他后来还铺上混凝土，他还把伪装伪装混凝土什么都把它铺好这样一个状况哦。也就是我这里的混凝土跟周边的山的这些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不只是怕你看到，他原本我们的核设施就已经非常坚固，他还在上面用混凝土这样，所以美国用这样来把它这个炸掉，你就知道美国就是铁了心就要把
你核设施毁灭掉。那现在有几种说法，而且你的核设施根本就在我锁定的过程。对，那你看这干掉了之后，炸掉之后，看起来的话，它的核设施可能没办法运转。另外一个是什么？纳坦雅胡说什么？他说我们呢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科学家进行继续的猎杀。你看他说是持续的空袭行动中间，把伊朗所有的核子专家几乎是完全斩掉了。所以你看，这是第一个目标，看起来已经似乎是完成了嘛？对。那现在我把你的实体目标给干掉。对。可是如果说伊朗还是有很多科学家，你还是有很多科学能力，你还是未来可以制造。我现在把你能够制造这些核子弹的这个专家，对，我也一个一个杀掉。对，目前你看核设施除掉了，再来专家除掉，另外一个是什么？你的浓缩铀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几天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传言吗？美国媒体说，美国考虑派出特种部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第82的空降师，已经在这个地方，搞不好进入伊朗的领土里面，去抢取他们已经接近完成武器阶段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库存，把它抢过来之后呢，那这个整个任务不是就已经完成了吗？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呢，是要夺取这个哈尔克岛，哈尔克岛夺下来，然后把它的浓缩铀拿走后，那不是就完全完成？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讲布希号不是已经前到中东去吗？他现在已经把这个应答机关掉，所以他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是不是已经靠近到伊朗的这个边境，还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这个整个作为来说啊，慢慢有一个雏形，摘掉核设施，控制石油，应该是川普此行的最重要的2个目的。而且我们看到外国人的报道，就是他杀戮这些伊朗的科学家非常的恐怖，是因为什么地方最安全？我的家最安全。对，就他们怎么杀这些人？他说这9个科学家有很多个是死在自己的床上，是死在自己的床上的时候，家里其他人都没有影响，对，其他地方也没有爆炸，只有他睡的那张床被炸掉，是，所以搞了半天。他们有所谓的他们现在发展了一个隐形微型的无人机，对，发展隐形微型的无人机以后，直接进到这个科学家的里面，是，然后知道你住在哪里，你睡在哪里。我就把你给轰炸掉。对，事实上，美国跟以色列怎么狙杀这些科学家，真的是太令人厉害。这次怎么狙杀？他用的方法是跟去年的纳尼亚行动是一模一样的。去年这个以色列怎么做呢？他就收集他们这些科学家他们的日常作息，都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家，他睡在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所以他怎么样？趁他睡着的时候，他们发动一个微型自杀式的这个刺客，就飞出去。他的这个时候29公分乘以29公分，非常小的一个状况，然后可以搭载非常多。他搭载辉达的这个 Jason So 的 AI 处理器啊，这就是一个类似机器人的概念。他就飞到那个地方，飞到你家里面去。宝杰，假设你是科学家，我就飞进去，飞到你睡的位置在哪个位置我都知道，我就直接把你干掉。那把你干掉之后，人死了，他的床没有怎么样，就只有他死了。真的，他旁边的老婆都没有受伤。这就是这个以色列怎么做你的这个方法。好，干掉你还有另外一次。我们不知道之前不是有杀过伊朗的核武之父法克里萨德，这也更厉害。宝杰他用什么？他用 AI 用这个卫星控制，他在那边日产的车子上面架了一个机关枪，然后他靠近他的时候，看到他来了就发动命令就砰这样打他，把他打掉了。对，宝杰发了4颗子弹完全命中他的脸部，不止命中他脸部，他的老婆就在坐在旁边，其他人都没有怎么样，就只有他自己被干掉4颗子弹。所以呢，这就是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怎么狙杀他，所以我才说嘛，现在这个领导人啊，到底是什么地方，大家当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更害怕，就是目前为止，美国要打击的任何的军事目标，看起来都难以存活。好，所以吴总，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说，这个战争到底要怎么结束？荷鲁斯海峡会不会继续的封锁？然后呢，全世界的油价跟这个股价会不会再这样上下？今天川普在他的这个所谓的社群媒体讲说，哦，我现在已经赚到钱，我确定我赚到钱了。第二个是，我就要去控制这个核设施，我要让伊朗这个邪恶帝国不能再有核能力。他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吗？那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他就可以撤军的吗？当然做不到，做不到。我现在宝杰，我跟所有的观众解释，在两军在作战的时候，所有的言语全部是宣传，全部都掺水。这是第一个原则，大家搞清楚。我们再另外讲一个老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就是丘吉尔讲过一句话：永远不要浪费一个重大的危机嘛。那这不是重大危机？是危机。川普是不是利用这个危机在干什么事情？他在利用危机，他利用这个危机在发财嘛。一开始我认为他在发财嘛，对不对？荷鲁斯海峡，他不在解决世界的纷争吗？不，他不在解决这个世界的毒瘤吗？讲了半天，两边在那边打来打去，吵来吵去了。但真正有威胁到西方的就一件事情，就是荷鲁斯海峡，没有第二件事情啊。荷鲁斯海峡威胁什么东西？就是油品的价格嘛，就这么一件事情而已啊。那川普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有能力啊，美军怎么没有能力、啊？那为什么现在不解决呢？他当然不要解决啊，他每天在那边瞎搅和，每天在那边呼吁啊，然后盟军一起来啊，他要联络盟军一起来护航他的这个石油，他的石油船、石油运输。那这不是荒谬的事情？那么小一个事情，他解决不掉吗？而且一天他在荷姆斯海峡，目前听说布雷只有大概20颗水雷，还要晚上偷偷摸摸去布水雷，这个完全标准的这不对称的作战嘛。那怎么会没有办法解决？可是现在想法就是不对称作战的。虽然我小，但是我有偷偷的无人机，我偷偷的这个机枪，我偷偷的炸弹，我就搞得你鸡飞狗跳啊！有那我问你嘛，结果是谁鸡飞狗跳了嘛？就一件事情发生了，昨天发生了嘛。他突然间解除了俄罗斯的石油的 sanction 的制裁嘛，对不对？俄罗斯现在突然间他的石油全部可以卖到国际市场了，这个事情变成一个重大的一个，他用一个所谓的国际的石油来牵制这个油品的价格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石油的价格的一个战争开始了，而不是军事战争。换言之讲，进入经济的战争跟政治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本质已经改变了嘛，对不对？就普丁爽歪了嘛，普丁吓歪了。你干嘛对普丁这么好？不，他限制日期到4月11号，然后欧洲吓昏了嘛，突然间欧洲吓昏了，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上礼拜在你这边在节目里讲过一句话嘛？你看到那个德国总理那个默茨。那个3更半夜1天时间冲到白宫去嘛，支持白宫这个事情，同时私下有谈什么不知道，马上就听到说这个川普跟普丁2个通电话嘛，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发财啦，当然发财啦，谁发财？川普跟普丁一起发财，那是不是普丁是不是就脱离了中国的这个依赖了嘛？所以整个危机被他耍得好，也变成一时好几鸟在这边玩了。对，然后这个事情叫什么？没完没了。所以我刚刚告诉你说什么时候结束，我要再跟你讲丘吉尔讲一句话。丘吉尔写过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他的自传里面讲过，当一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啊，你绝对不要去想象它什么时候会结束，对，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你说不要浪费任何一个危机，也是一样，两件事情是同时存在的啊，所以它危机不要浪费掉。然后战争不会结束掉，就那么简单。然后一直在那边耍你们，一直在那边耍，一直玩什么？玩的就是能源战争。那现在谁是全世界能源的主导者？谁是老大？川普是老大，对不对？大家美国的石油现在石油到多少钱了？到100块了嘛？对，到外面的前2天在那边宣称说，哎呀不得了啦，荷姆斯海峡被封锁了，到$200，对不对？今天回到100了嘛？回到100是谁赚钱了？100多了，变成美国发大财，然后俄罗斯发大财，然后谁倒大霉？中国、欧洲倒大霉，钞票全部到。所以以前们讲的，俄罗斯如果被制裁，俄罗斯的制裁它只能偷偷的运石油出去，那谁敢买俄罗斯的石油？只有中国敢买它的石油。然后可以用折扣油，我还用折扣，我还用折扣，我还用便宜的价。对，现在如果我解除你的限制，就代表我可以用公开市场。公开市场是我不但可以光明正大的卖，我还可以用正常的价格卖。对，然后还有正常的这个，还有美元的汇兑，他用美金买卖，跟本来要人民币，人民币或以货易物，对，全部都翻转了嘛。整个大翻转，因为美国最在乎的是你买卖任何东西一定要用美元计价，但中国想干的事情就是用人民币计价。我现在要把这个东西有翻转过来，全部翻转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嘛。那这个开始怎么可能是说让伊朗一个小国家来摆布全世界的局势呢？不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当然是川普一个人耍出来。或者我一直觉得荷姆斯海峡很难控制啊。不，荷姆斯海峡怎么我不知道好不好控制，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说，它联合了世界的好几个欧洲的主要国家跟日本的联军，对，去护卫这个整个运输的过程，这不是很荒唐吗？对不对？然后好，那本来伊朗的目的是干什么？我就是用一个非常的一个不对称的方式来恐吓全世界，对不对？为什么要让石油价格涨到200块，让全世界鸡犬不宁，对不对？那老川干什么事情？老川不跟你打仗啊，他把俄罗斯石油解禁就解决的问题了，不是大家傻眼了？所以这傻眼是谁？伊朗傻眼。那你知道伊朗后面最大的这个武器的供应商是谁啊？俄罗斯啊！伊朗就不敢把给甩。
丢锅，把你甩锅了。俄罗斯现在跑去挺老美了，真的。不然我没有讲挺老美是开玩笑，但俄罗斯发财的，我为什么帮你伊朗干什么？而且川普跟普丁是可以直接通话的，他两个通话了，通话的话就干这个事情啊。然后干完这个事情，你看他在3月底他跟习近平碰面了，没有人要去帮伊朗，伊朗变成一个孤儿，然后被大家蹂躏，就是这个结果。好，所以胡教官，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非常微妙是那通电话，川普跟这个普丁的电话，你就在美国，在全世界里面，他们俩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们两个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伊朗能够打这些船，打这些地方用他的无人机，他靠什么东西？他靠俄国给他的情报。因为俄国的卫星是伊朗的眼睛，对，如果这个交易不让你卖油了，你不要给伊朗这个情报，他为什么可以打到杜拜？对，他为什么可以打到阿马总？那船在哪里？那些都是靠俄国给的情报嘛。所以我觉得刚才讲的很对，大家讲的都对，因为川普是个做生意的人，对不对？他说：“我把这个 release， 你可以赚很多钱，你不要再给他情报。然后我们再看。那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那现在美国的弹药已经不够了，美国弹药不够，所以已经从这个乌山基地已经把这个爱国者飞弹都给拿过来了，是这个样子吗？大部分的人不了解美国的弹药的库存是怎么样。OK， 美国在每个地区都有弹药库存，在中东、在欧洲、在亚洲，然后在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弹药库存是很多很多，它是支持哪边打仗哪边去，用完了就用。就现在说实在的，我想欧洲弹药的库存可能需要很多精准炸弹，还有很多精准的防空飞弹，中东也是。可是美国一定不会碰亚洲，因为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威胁美国的生存 （national survival）， 只有一个国家，中国。印太司令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战争地区 （limited warfare） 去把美国的弹药，美国去 take a chance， 美国的 survival， 而且五角大厦里面的联参也不会，联参是看全世界的，也一定不会。然后，我们在亚洲有多少个弹药呢？你先把我们带来，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资料，这个在关岛，在 Okinawa。那呢？你说这是关岛，这是关岛，这是关岛。那关岛里面的弹药库，对我们关岛有一个很大的空军基地，安德森基地。这是安德森。OK， 这是安德森的南部基地。那北部基地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用，以前有一段时间关着。这条跑道是3700公尺。OK， 你看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差不多，就是说3.7公里。这个是什么？整个地区是弹药库。我去过，这个是弹药库。对，有一段时间我们本来要把台湾的飞弹放在120，所以我去看一些仓库，那个人带我开了半天，我说不敢相信，他说对不起，这些都满的，我们要找一个空的，我们空的在这边，我不晓得正好在哪里。可是下一张，等一下，你要走3.7公里，然后走来走去，你还都是满的弹药。对，这每一个都是弹药库，你看到没有？每一个都是弹药库 ，OK， 这一个一个都是弹药库，这不是盖的。每年太平洋司令会有演习，我们会把那些老的打掉。环太演习的时候，那些飞弹啊，那些鱼雷会打掉，每年会有新的进来。对，因为你的老的东西不能一直用嘛。是 OK， 所以这是关岛 ，OK， 下一张。Okinawa 也有。对，就在台湾隔壁 ，OK， 在加索纳基地，加索纳基地在这个佐世保都有这个。对，这是加索纳基地，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基地 ，OK， 这边是海军的地方，空军的地方 ，OK， 这边是什么？比这个基地还大的地方，那都是弹药库，而且是在地底下，都是在山里面的弹药库，都在地底下。 OK， 下一张，你看。而且不是放在一起，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敌人会打得到。对 ，OK， 关岛你看放的比较近。你说导播不太看，每一个这个点，每一个这个点都是一个弹药库 ，OK， 他故意放的这样子的话，你一个炸弹蹦只打到一个，对，你打不到很多个。可是这个库存，这不是开玩笑的库存，所以很多人不了解在那边打了会不会影响到美国能够吓阻中共的能力？中共不是那么笨，中国也晓得。对 ，OK， 是因为
这种消息，普通人不晓得，我们是多大的弹药库存。OK， 你刚才讲的，如果是日本，他自己要自我防卫，他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弹药嘛，他这些弹药很摆明的嘛，就是一个。而且这只是2个基地哦。OK， 我听说佐世保也很多。对，我们在亚洲当然有很多基地嘛，然后现在增加的最快是哪里？菲律宾。哦，对，美国在那边造这种 bunker 一样。9个基地在那边造一大堆 ，OK， 把东西往里面塞，对 ，OK， 你看我们那个2026的国防那个就 defense budget 里面有写给亚洲的弹药库的多少钱，对，大部分的那些东西是放在菲律宾，就在隔壁，是，而且北边有，南边也有，而且刚刚讲的菲律宾跟那个台湾成了一个一角之势，而且现在菲律宾的跑道是说台湾也要花钱去帮他们盖跑道。这个我不晓得，我这个不晓得他们得不得到这个东西。可事实上，你看从这个照片，希望大家就可以了解。有些我知道其他的媒体说，让美国都用完了，打完了啦，没有办法。拜托，这个还没有碰因为印太司令不会那么笨，他的工作是亚洲打仗，我要打赢。我不会把我的东西运过去。这一次最近当然有一些发射架那个 THAAD 被运到中东去，从韩国，因为他们已经看过说 OK。没有危险，对，而且韩国自己的反飞弹的力量很强，所以对我保护亚洲，而且对我反中共，没有关系，才会运过去。好的，是哦，刚才讲，现在没有讲的这个战争里面对美国来讲真的赚了很多钱，然后就有个会议，就是现在亚太地区以前不都要透过这个所谓的波斯湾，然后这个透过这个荷姆斯海峡，我要去跟中东买石油，他说没有，现在怎么办？现在他已经拿到一个订单了，对，这个订单已经有300多亿，还有在这个所谓美国的德州一个油井已经很久没有用了，是他们现在要急着干嘛？急着开油井，对，没错。刚才董事长不是说要善用一个危机吗？我觉得川普呢的确是好好的善用这个危机。我就讲，现在大家都帮这个美军在算钱，说美军这一次要花很多钱，每天打仗要花多少钱？我跟他讲，现在美军呢已经有这个着落了。第一个，他说什么呢？他们怎么买单呢？他们现在开始在扣查伊朗的所有的资产嘛，所以未来会把这个他们冻结他们伊朗的海外资产啊、外汇储备，还有未来接管石油的这个所有收益，全部都会归美国所有。打这笔账的钱要跟伊朗要，当然跟伊朗要啊。我打你，我还要跟你要钱。当然了，部分可能由美国的纳税人来负担了。好，再来就是说，他会要求盟友负担嘛，包括以色列还有中东盟友。中东盟友这一次一定要出钱嘛，我帮你们打那么多飞弹，你要不要萨德？你要不要爱国者？我还顺便再卖这个武器给你。所以这个部分来说，已经赚了很多钱。再来说，我们还不要谈到未来如果中东去这个护这个荷姆兹海峡，我可以收保险费，这个部分都会赚到很多。再来就是讲能源的价格往上升嘛，能源价格往上升就是美国最赚的嘛。好，我就讲。为什么我就说他善用这个危机？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大家不是讲吗？川普不是说美国在布朗斯维尔港这个地方，在德州那个地方盖了一个50年来美国第一座50年第一座炼油厂而且这一座炼油厂叫做 American First Refining。你看，美国优先炼油厂。那你想这个炼油厂前后一共要投资3000亿美金。那3000亿美金，你想要美国自己投资没有？不是，叫印度，它是印度信实集团来投资的。那为什么印度信实集团要来投资呢？因为川普给他一个优惠，什么优惠呢？说你以后信实集团呢可以直接用委内瑞拉石油，委内瑞拉石油都可以让你用多少就用多少，你不受任何限制，你就用委内瑞拉石油在你们印度里面弄。但是呢，请你。就在这个地方提炼，没有它可以运回到美国去，印度去提炼。那请你在我这个地方盖一个我们的这个炼油厂。所以他根本把委内瑞拉石油当成自己的。对，他现在就是这样，所以他做了一笔大交易嘛。那这个炼油厂里面来说的话，事实上信实集团从此还帮美国用这个页岩油气的提炼。另外一个，你看这已经赚了好几千亿。再还有什么？这个周末的时候，美国、日本还有18个亚太国家在东京要举行首届的印太能源安全的这个部长级与商业论坛的时候，他们会公布一个300亿美元的协议，这是要跟美国投资的。那美国投资什么呢？主要是美国阿拉斯加的油管。那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台湾应该我们也会投资啦，但是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参加。包括说像日本、韩国很多国家全部都会投资。你说这些以前都是跟中东买的，我直接全部把你挪过来了。是，那你更不用讲最近的美国的 LNG 的船，你知道最近美国 LNG 船他们原本都开到这个欧洲去，那最近呢，他们开到船上之后就接到电话，我们韩国这边缺好，那你要加价多少？我就开到韩国去。
就是这样。所以呢，美国的确有因为这个坐地起价。对，那我觉得美国很清楚啦，就是一个核设施，我要把它干掉。再来，能石油的这个控制权，我未来一定要更牢牢的掌握在我的手上。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